近日，美国到底有没有登上月球？又登上话题榜。2025年10月30日，卡戴珊家族最新剧集将美国登月真实性这一沉寂多年的话题重新推入舆论漩涡。金·卡戴珊在节目中向演员莎拉·保罗森直言：“我认为登月是假的，并列出3大铁证。在月球真空环境中，美国国旗为何会飘动？登月照片背景一片漆黑，为何看不到星星？”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曾在采访中称，那事儿根本没发生，疑似改口。这番言论迅速引发热议，卡戴珊质疑登月话题随即登上多国热搜。NASA 代理局长肖恩·达菲几小时内紧急回应：“我们确实去过月球整整6次。”这场娱乐明星与航天权威之间的碰撞，让持续半个世纪的登月阴谋论再度浮出水面。但真相从来不是流量博弈的产物，而是藏在影像数据、物理定律与跨国实证中的科学答案。首先来拆解核心疑点，卡戴珊的证据站得住脚吗？1. 国旗飘动，真空里的震动残影。卡戴珊引用的国旗证据源自阿波罗11号登月影像中那面看似舒展的星条旗。阴谋论者宣称，月球没有风，旗帜不可能飘动，这是摄影棚布景的铁证。但只要结合工程设计与物理原理，这个疑点便不攻自破。首先，这面国旗并非普通旗帜，而是 NASA 特制的真空适配板。旗杆顶部装有 L 型横杆与伸缩支撑臂，目的是让旗帜在无大气环境中保持展开状态。1969年7月20日，奥尔德林在插旗时遭遇意外，支撑臂涂层错误导致无法完全伸展，旗杆因受力产生持续震动。在月球高真空环境中，空气阻尼消失，震动衰减极慢，形成了类似飘扬的视觉效果。奥尔德林后来在回忆录中坦言，这差点酿成公关灾难，没想到反而成了阴谋论的证据。更关键的是，造假者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1960年代的好莱坞早已掌握密闭无风摄影棚技术，若真要伪造，只需让旗帜保持僵硬下垂即可，何必留下飘动的破绽？反倒是这种不完美，恰恰印证了真实场景中的工程意外。2. 无星夜空，胶片时代的曝光困境。登月照片没有星星是卡戴珊深信不疑的第2点，但这本质上是对摄影技术的误解。阿波罗任务使用的是哈苏 500E L 型胶片相机，而胶片的动态范围及能够记录的明暗反差远不如现代数码传感器。月球表面由高反射率的月壤覆盖，正午时分的反射亮度相当于地球上的雪地。为避免照片过曝变成白茫茫一片，宇航员必须将曝光时间控制在250分之1秒以下，光圈缩小至 f11。在这种参数设置下，胶片只能捕捉到月面的明亮物体，而背景中亮度仅为满月1000分之1的星星，根本无法在胶片上留下痕迹。类似现象在地球上屡见不鲜，拍摄日出时的人物若以人脸为准设定曝光参数，天空中的云朵都会模糊成一片，更别提星星了。NASA 后来公布的阿波罗16号紫外相机拍摄的影像中，清晰地呈现了月球上空的恒星，这恰恰证明不是星星不存在，而是普通相机拍不到。3. 奥尔德林的自白被断章取义的采访。卡戴珊最重磅的证据是奥尔德林那句他根本没发生。但检索路透社2023年的完整采访录像可见，奥尔德林的原话是：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根本没发生，他们用了动画模拟，因为实时传输信号太模糊。1969年的地月通信带宽仅500 kbps， 远不足以传输高清视频。NASA 为让公众看清登月过程，确实用动画替代了部分模糊的实时画面。奥尔德林的评论正是针对此事。这位95岁的宇航员曾多次公开驳斥造假论，甚至在2002年因被质疑登月真实性，愤怒挥拳殴打阴谋论者。将技术说明曲解为翻供，显然是对原始音频的恶意剪辑。4. 脚印与靴纹，月壤特性的完美答案。节目中，卡戴珊还隐晦提到登月靴鞋底花纹与月面脚印不符，这一说法同样缺乏科学依据。阿波罗登月靴的鞋底刻有交错的锯齿纹，目的是增强在月壤中的抓地力。
而月球表面的月壤由直径小于1毫米的玄武岩颗粒组成，松散且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当靴子踩下时，颗粒会填充花纹的缝隙，形成看似光滑但边缘清晰的脚印。2012年嫦娥2号拍摄的7米分辨率影像中，阿波罗11号着陆点的脚印痕迹虽因分辨率限制无法看清细节，但2010年 NASA 的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 LRO 拍摄的 0.5 米分辨率影像，清晰显示了月球车履带的纹路和宇航员的行走轨迹，这些痕迹与登月靴、月球车的设计完全吻合。若说对单个疑点的拆解是点上突破，那么多国探测器的观测数据、月壤样本的化学分析、激光反射器的持续工作，则构成了证明登月真实性的证据铁三角。影像证据来自中国、美国、印度的共同见证。2012年，中国科学院发布嫦娥2号全月影像图，明确指出可分辨出阿波罗11号的登月遗迹。这张7米分辨率的影像中，着陆器残骸、国旗基座的阴影清晰可辨。作为美国当年的航天竞争对手，中国的观测数据具有无可替代的中立性。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贾洋直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 NASA 背书，影像不会说谎。”更有力的证据来自 NASA 的 LRO 探测器。2009年以来，他拍摄的阿波罗着陆点影像分辨率达到 0.5 米，能看清月球车的轮胎印和宇航员放置的科学仪器。印度月船2号2020年的观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些遗迹的存在。3个国家不同时代的探测器得出相同结论，这种跨国界的科学共识绝非造假能解释。物理证据：380公斤月壤与40年的激光测距。1969年至1972年间，阿波罗计划共带回382公斤月壤和岩芯样本，其中130多公斤被分发给全球50多个国家的实验室，包括苏联和中国。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分析了1克阿波罗月壤后发现，其同位素组成与地球岩石存在显著差异，月壤中氦3的含量是地球土壤的100倍。且含有只有在太阳风轰击下才会形成的氩36。更无法伪造的是阿波罗11、14、15号留下的激光反射器。至今，全球多个天文台仍在通过向反射器发射激光，精确测量地月距离。2024年的数据显示，月球正以每年 3.8 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这一发现的基础正是当年登月时放置的反射器。若登月是骗局，这些跨越半个世纪的物理观测数据又该如何解释？技术证据：1960年代的航天能力能否支撑登月？阴谋论者常宣称1960年代的技术无法实现登月，但事实是阿波罗计划的核心技术均有迹可循。土星5号火箭的推力达3408吨，远超同期苏联 N1 火箭的2735吨。其第一级发动机 F1 的设计图纸至今仍保存于 NASA 档案馆。登月舱的着陆缓冲系统在1966至1968年的10次无人试验中均成功验证。舱外航天服虽重达82公斤，但在月球1/6重力环境下，宇航员仍能灵活活动。阿波罗17号的哈里森·施密特甚至在月面跳跃着采集岩样。苏联当年的反应更能说明问题。1969年7月20日，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公开祝贺 NASA， 其月球探测器月球15号甚至在阿波罗11号着陆前一天紧急变轨，试图抢在美军前采集月壤。若苏联认为登月是骗局，何必如此大动干戈？阴谋论的本质，流量时代的反制狂欢。卡戴珊的质疑并非个例，半个世纪来，登月造假论始终阴魂不散，背后是3重驱动力：信息碎片化，短视频平台上的揭秘视频往往截取孤立画面，刻意回避科学解释。卡戴珊承认自己的观点来自羊斗上的视频，正是这种传播模式的受害者。对权威的不信任，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丑闻让美国公众对政府机构产生怀疑， NASA 作为冷战产物，自然成为阴谋论的靶子。流量经济的推波助澜，争议话题能带来巨大关注度，无论是真人秀明星还是自媒体，都乐于通过挑战权威获取流量。
但科学从不依赖权威，而是依赖可验证的证据。当嫦娥2号的影像、月壤的化学分析、激光反射器的观测数据形成闭环，登月造假论早已失去立足之地。正如中国欧阳自远院士所言，质疑是科学的起点，但无视证据的质疑只是反智的狂欢。结论：登月是真实的，阴谋论才是骗局。梳理所有证据后，结论清晰而明确。美国阿波罗计划的6次登月均为真实历史事件。卡戴珊的质疑源于对科学原理的误解和对原始资料的断章取义。国旗飘动是旗杆震动与工程意外共同作用的结果。无星夜空是由胶片相机的技术局限造成的。奥尔德林的采访遭恶意剪辑，他从未否认过登月事实。中国嫦娥探测器、月球勘测轨道器等获取的影像数据、月壤样本的化学特性分析以及激光反射器的持续正常运行，共同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体系。这场争议更值得深思的是信息时代的认知困境。当娱乐明星的随口质疑能引发全民热议，当碎片化谣言试图对抗系统性科学证据时，我们更需要秉持实证为王的理性精神。正如 NASA 代理局长达菲在回应中所言，我们不仅去过月球，还将通过阿尔忒弥斯计划重返那里，与其纠结于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争议，还不如展望人类探索宇宙的未来征程。好了，通过以上分析，你支持卡戴珊还是我？评论区聊聊。